如今卖车是件很现实的事情，如果品牌没有足够的号召力，那么价格便宜才是硬道理。小鹏想通了这个道理，莫纳 M03 的价格很有诚意，48小时大订3万辆，之后平均每天新增订单2000辆。对于月销长期在1万左右徘徊的小鹏来说，属于没打过的富裕的仗。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啊，在价格这么便宜的情况下 ，M03 好开吗？好用吗？价格都这么便宜了，这些问题还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重要。对于任何一辆纯电车来说，电耗都非常重要，这方面恰好是小鹏的强项。我们开过的 G6 和 X9 都有优异的表现，而 M03 更加逆天。我们这辆51.8度电池的长续航版敢标515公里续航，62.2度敢标620公里。上次敢这么标的还是小米苏7，但小鹏那苏7根本跑不到700啊。那你说这车跑得到500吗？你试试呗。我操！我可完全没省着开啊，一路嗖嗖超车。也就是说，就算跑不到500，400大几十还是很容易开到的。除非按照大鹏那开法，可能只能开个300多。Go！ 据我们猜测 ，M03 省电的秘诀有3：一是3电效率很高，2是车重控制的好，3是分组优化的妙。主动进气口、隐藏门把手、C 柱小风刀等多处细节设计，造就了0.194的分组系数。和这么个造型，这造型不好吗？好在哪了？它好就好在它首尾呼应，而且某些角度有点像极星4。对哦，而且如果选装那个19英寸轮毂就更像了。如果说 M03 出色的电耗尚且在我们的意料之中，那么它的驾驶感受就有点出乎意料了。190马力虽然不强，但胜在动力平顺，响应快。能量回收几乎可以全关，回收和输出之间几乎没有顿挫。官方0-100 7.8秒，实测7.8秒。和电耗一样，主打一个实事求是。M03 的底盘也不错，前排的感受如同上一期的云海一样正常，转弯半径仅5.3米，掉头停车很方便。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的话，其实基本感觉不到它后悬是扭力梁哎。哪怕是单边压井盖、斜着压减速带这种特别针对扭力梁的路况，它表现也很正常，和多连杆没什么区别。俗话说得好，扭力梁也分好几种，有法系车的扭力梁、马自达的扭力梁、通用的扭力梁、小鹏的扭力梁，还有其他。你这其他也没谁了吧？啊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我觉得 M03 是小鹏最好开的车。这不夸他的吗？哪儿不好听了？对 Mona 来说好听，对小鹏。虽然 M03 的尺寸不算大，但它的后备箱出乎意料的大，标准状态就有621升，可以装下2具成年男性，还拥有电动掀背大尾门，女生用起来也很方便。哇，这东西成本不低耶。俗话说得好，共享单车去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。确实，和扭力梁相比，这个电动掀背尾门明显感知更强嘛？你们觉得呢？说完了 M03 最突出的优点，差不多该开始吐槽了。M03 最明显的短板就是乘坐空间，前排离地不算很高，但很低的车顶让人感觉坐姿很高， A 柱盲区也不小。后排腿部空间还可以，但身高180乘坐容易触顶。就这已经是 M03 努力争取后的结果。它为了纵向空间，尽量把座椅臀点做低；为了腿部承托，尽量把座椅向上翘起，但靠背角度就无能为力。坐在上面，感觉自己是一个遥遥领先。为什么不把椅背再往后靠靠呢？你看这儿，像是能往后靠的样子吗？不难发现，这个价位的电动车大多是2厢，因为3厢的空间是个大难题。除了空间 ，M03 的后排舒适性也明显低于前排，细碎震动和跳动较多，不够安定。你说这是扭力梁的问题吗？也不一定，有些多连杆也能实现类似的效果。它这已经算好的了，那自家那G6比它还挑。但后悬拉伸行程偏短，确实是扭力梁带来的问题。飞坡容易离地，好在落地还挺稳定。哎呀，如果说前排底盘的体验同级数1数2的话，那后排的体验就得数到5、6、7、8去了。嗨，买这车的基本就自己或者小两口用，后排没那么重要，自己开得爽就行。说到开得爽 ，M03 的侧倾不算小，转向也不是特别爽，激烈驾驶响应不快，助力有滞后感。那你可以用运动模式啊。嚯，这转向你看是不是好多了？更难用了。哎呀，这车都这么便宜了，电耗这么低，驾驶感受也不错，还有这么大后备箱，还有什么好挑剔的？
也对，那我再挑几个啊。它这个前风挡跟车窗的玻璃太透了，在车里感觉很晒，大太阳天把空调拉满都感觉凉不下来，但晚上24度一挡风都觉得很冷。毕竟便宜嘛，10几万的车玻璃都这么透，自己贴个膜就好了。但我03的玻璃就很好呀，但它是3个。而且如果选了浅色内饰，仪表台会有大片的反光反到前风挡，看起来白茫茫的一片。毕竟便宜嘛，你可以假装看不见。但它噪音也有点大，60巡航59.4分贝，80巡航62分贝，10几万的油车也差不多。998的秦 L 比它低2分贝。还有啊，它充电功率不高，还不到100千瓦，也没有外放电。毕竟便宜嘛，那你的车有外放电也没见你用过呀。对，还有它这个内饰的软包不是很多，但设计还可以，简洁而不简陋。但没有仪表屏显得有点简陋。这个可以后加的，现在买车送8000积分，可以拿来换这个屏幕。买车就送，那它为什么不直接装上面？还有这个内饰做工嘛，也就一般，毕竟便宜。哎我去，这个确实有点歪了。而且我觉得有些地方还能再省省，比如取消全景天幕，能不能再便宜一点？那头顶空间估计更惨，噪音也更大。这门把手也没必要做隐藏的嘛，能省4套伸缩机构。那风阻就没这么低了。那它可以只给顶配隐藏门把手，然后宣传分组细作的时候加行小4就可以了。你是懂宣传的。整体来看，Mona M03瑕不掩瑜，非常适合作为年轻人的第一辆电动车，而且它还为年轻人定制了2个小功能。哇，这你都能忍啊？换我可忍不了。自从开上这车以后啊，我性子也就佛系了。每当我想骂人，我就敲一下木鱼；每当我想把他打一顿，我就拨一下念珠。这挺好的呀，买这车还能修身养性呢。除了抑制路怒，它甚至还能帮你养生。抬头，低头，左偏头，右偏头，收缩，保持。放松，收缩，保持。这2个运动好啊。好在哪儿了？它好就好在它首尾呼应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虽然 Mona M03受限于成本舍弃了一些东西，但是你能感觉到的获得的会更多。12万就能买到这么一辆正经的纯电轿车，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。好开，电耗低，配置不低，只要你能接受这个外形。在我们这辆低配的基础上，再加1万块的中配，续航会更长，还有前排通风加热，性能也更强点，一样也很香。至于顶配，它会有很厉害的全套 XNGP 智驾，但是呢，价格也到了15万多。我可能不会为了智驾花这么多的钱，或者说花这么高比例的钱。同价位的电车，你会发现2厢车占多数，像云海、E5、海豚、ID.3，因为这种2厢车它的垂向空间更大，更好布置电池组。但总是有一些人他会更喜欢这种3厢轿车的造型。那除了 M03之外，现在可选的还真不多。50星光价格更便宜，但是质感明显要差一点。然后逸派007、起源 A070、领跑 C01空间更大，但价格也更贵一些。至于 INS 和荣威 D7，车是不错，但满大街都是网约车。而且小鹏这个品牌形象还是挺年轻的。如果让一个不大懂车的年轻人去买一个东风长安，可能会有些抗拒。但如果买个小鹏，就好像挺合适的。你看那些提车报告也能看出来。而这种懂车的中年人就很适合买东风。那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用车过程中发现的细节。M03的后排车窗居然可以降到底，这不是很普通吗？但对于现在的电动轿车来说很难得，每天敲木鱼或者盘珠子1万次可以功德圆满。车机导航界面很特殊，用的是车道级3D 视图，还和 BUV 鸟瞰图融合在一起，看起来又直观又美观。如果从桥下接到桥上，还会有一个原地飞升的动画效果。可能这车它也功德圆满了。
它的自动泊车功能入口在主页上，如果你挂倒档开启倒车影像，就找不到这功能了，用起来需要适应一下。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同级唯一限时免费送的18扬声器 7.1.4 声道音响系统。停顿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